你每天醒来都感到胸口有一种无形的重量，一种似乎在一天开始之前就耗尽你生命活力的情绪浩劫，不是吗？也许你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折磨人的摆动中，处于两个危险的极端之间，要么你是你情绪的绝对奴隶，被焦虑、爆发的愤怒和深深的悲伤的浪潮拖着走，要么你拼命试图关闭一切，把自己变成一块冰冷而疏远的石头。你是否曾问过自己，你感受世界的方式是否存在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似乎你周围的所有人都能应对生活，而你却在秘密的挣扎，仅仅为了保持镇定。这场持续的内部战斗，你感受的太多，或者强迫自己什么都不感觉，不仅令人疲惫，它是一个监狱判决，阻止你充分发挥你的潜力，并获得你如此寻求的平静。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因为现代社会向我们兜售了一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坚强这个残酷的谎言，让你相信你应该隐藏你的伤口。你可能已经尝试过应用冷漠的策略，吞下眼泪，让挫折感沉默，并假装批评并没有打击到你，希望如果你忽视你的感受足够长的时间，它们就会简单的消失。但是与其找到宁静，你最终感到空洞、空虚，并与你爱的人失去联系，在你自己内部制造了一个深渊。最糟糕的是，当这座情绪的大坝最终决堤时，而它总是会决堤。爆炸是毁灭性的，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并加强了那个错误的信念，即你无法控制自己。这种内部混乱的状态不是你的错，但停留在其中是一个你今天可以停止做出的选择。人们在接近斯多葛主义时犯的最大错误是将心灵的平静与存在的空虚混淆，相信他们必须成为情绪的尸体才能成为智者。如果你正在杀死你的情绪，你不是在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你只是在摧毁你的人性。今天我们将拆除这个神话，并交给你斯多葛思维的4个过滤器，一种心灵的技术，它将允许你带着强度去感受一切，但不做任何事物的奴隶。在我们开始这段重建之旅之前，做出你对新身份承诺的第一个行动，订阅频道以确立你在这支强大思想军团中的位置，留下你的点赞作为准备好的信号，并在下方评论我的头脑是我的王国。现在宣布你的主权并准备好，因为我们将要揭示的内容将永远改变你看待你自己内心的方式。我们需要就在现在摧毁你建立情绪力量观念的错误基础，并用一种我们称之为情绪主权的坚不可摧的架构来替代它。斯多葛主义不是，也从未是一本关于变成一块没有生命的岩石或一个没有感觉的机器人的手册。这种机器人行走在存在中，而不被美或人类的痛苦所触动。不要将这种哲学视为一套布满灰尘的学术规则，而应视为一种尖端的心灵技术，一个旨在处理现代生活高电压而不烧毁你内部电路的操作系统。我们需要在此提出的不是消除感觉，那是不人道的，而是消除对感觉的奴役，那是神圣的。这是关于重新配置你与世界的关系。与其做一艘被每一波情绪浪潮拍打的随波逐流的船，你变成了船长，感受潮水的力量，尊重海洋的威力，但把手稳稳地放在舵上，确切地决定船要去哪里，不管暴风雨如何。这种转变的总钥匙在于一种语言和实践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丢失了。现代的冷漠与古希腊智者的阿帕西亚之间的巨大差异。冷漠是激情的缺失，一种抑郁的空虚，其中没有任何东西重要。另一方面，阿帕西亚是没有剧烈的干扰，一种即使在交叉火力下也能保持的积极而强大的宁静。斯多葛学派发现的秘密是存在于刺激和你的反应之间的神圣空间，是印象。当某事发生时，你不自觉地感受到的和赞同，你有意识地决定同意这种情绪，并让它统治你之间的关键边界。你并没有选择在听到巨响时感到恐惧，这是生物学的，但你选择这种恐惧是会让你瘫痪，还是会让你的感官敏锐。就在这一刻，我们将把这个神圣空间的钥匙交给你，允许你观察愤怒或悲伤敲你的门，而不必被迫让他们摧毁你的房子。为了锚定这个真理，看看马可·奥勒留那宏伟的身影，这位将已知世界的重量扛在肩上的哲学家皇帝。他不是一个兵人，他埋葬了心爱的孩子，看到他的朋友背叛他的信任，
并在瘟疫和无休止的战争中目睹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带着一颗充满活力的人类之心的深度去感受每一次失去。然而，他拥有我们称之为战略性的坚定的东西。他哭泣，感到哀伤，撕裂胸膛，但从未允许这些情绪阻止他履行他的职责，或使他对他人不公正。正如他在他的私人沉思录中所写，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长期的受苦是失去了中心的头脑的选择。通过跟随这本指南的步骤，你不会学会停止成为人类，而是学会成为一个精英人类，一个能感受到火的温度，但拒绝被火焰吞噬的人。当周围所有人都失去理智时，保持清晰。现在，我们开始真正的抢救你头脑的行动，穿过理论的大门，进入日常实践的战场。在那里，你的情绪试图在任何时刻篡夺你理性的王座。我们将在你的心理操作系统中安装斯多葛思维的4个过滤器，4个坚不可摧的防御屏障。它们将把原始感情的混乱转化为美德的燃料，确保你再也不会成为不假思索反应的人质。这不是一段被动的阅读旅程，而是一次主动的神经重组训练，要求你全神贯注于每一个字，因为每一个过滤器都是构建保护你平静的内在堡垒的关键步骤。深呼吸，打开你的头脑，准备好接收皇帝和智者们用来统治世界和他们自己的工具。征服情绪主权的第一条规则是精通暂停过滤器的艺术。斯多葛学派称之为行使你的普罗海雷西斯，即反应前的道德选择能力。这个原则确立了你永远不应该相信一种情绪带来的第一印象，因为它通常是一个为了原始生存而不是为了现代智慧而设计的生物学谎言，带着一种虚假的紧迫感而来，尖叫着要求立即行动。大多数人生活在自动驾驶模式中，对侮辱立即反应以愤怒，或对坏消息立即反应以绝望，没有意识到在事件和反应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时间间隔。从今天起，你的责任是扩张这一毫秒，将其转化为一个沉默的深渊。在那里，你在移动哪怕一块肌肉，或说哪怕一个字之前恢复控制。然而，应用暂停过滤器是你将面临的最困难的战斗之一，因为你的生物学几千年来都被编程为为了速度而忽视理性，用必须现在做点什么的感觉欺骗你。你的神经系统在面对威胁或冒犯时，会用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淹没你的身体，劫持你的前额叶皮层，并将你推向战斗或逃跑，使暂停看起来不仅不自然，而且危险。你会感到一种身体上的瘙痒，胸口的一种压力要求爆发，而你的头脑会合理化地认为立即回应是一种防御或正义的形式，而实际上它只是伪装成力量的软弱。战胜这种化学冲动需要一种针对你初始本能的有意识且暴力的努力，一种拒绝成为反应性动物的顽固拒绝。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个设防的堡垒，一个有围墙的城市，你是国王，而情绪是不断到达主要大门敲门的信使，有些带着黄金，有些带着毒药。普通人软弱且未受过训练，日夜将大门敞开，允许任何信使进入，登上王座并制定法律，将城市变成一个混乱的地方，那里恐惧统治早晨，而愤怒统治夜晚。然而，斯多葛主义者在入口处放置了一个明智且无情的看门人，一个精英卫兵。当听到强烈情绪的疯狂敲击时，不会打开大门，而是通过缝隙窥视，并说：在外面等着，我会听你的信息，但在我核实你的证件之前，你不被允许进入。这个看门人就是你停止的纪律，而视觉化这种在你王座室里的国王和情绪外面吵闹的信使之间的物理分离，是阻止你内部秩序崩溃的关键。当愤怒来袭时，把它想象成一个在门口大喊大叫的野蛮人，不要让他进来，不要和他争论，只是通过你暂停的安全城墙观察他，并对自己说：我看到你在这里，但我不是你。通过这样做，你拒绝给予信使发号施令你行动的权利，保持对谁进入和谁离开你心理空间的最高权威，维护你王国的完整性。暂停不是不作为，它是存在的最主动的防御，因为正是在等待的沉默中，策略战胜了冲动。通过持续应用暂停过滤器，你将发现一种似乎遥不可及的力量，能够观看风暴而不被淋湿，成为你自己人类体验的冷静观察者。
你会意识到情绪的紧迫感寿命很短，如果你能把大门关紧仅仅几秒钟或几分钟，信使的强度就会减弱，清晰度就会回归。这种练习将带着意图回应生活，而不是带着绝望反应的尊严交还给你，将你提升到那些是他们瞬间情绪傀儡的人群之上。你在最好的意义上变得危险，因为你是不可预测的。没有人可以通过挑衅控制你，因为你拥有刺激和反应之间时间的主宰权。这种主宰权始于呼吸，这是一个生理锚点，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表明眼前的危险是一种幻觉，看门人正在掌权。当感到血液沸腾时，强迫进行一次深长而缓慢的呼吸，使用这个物理动作作为锁住堡垒大门的门栓，争取理性接管指挥岗位所需的时间。不要低估5秒钟沉默的力量，它们是一个你会后悔多年的错误和一个将永远建立你性格的胜利之间的区别。暂停是粉碎敌人剑的盾牌，你越使用它，你的堡垒就变得越坚不可摧。记住，暂停不是关于压抑你的感觉，而是关于暂停对你感觉的评判，创造一个安全空间，让情绪可以在没有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存在。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智慧诞生了，因为只有当立即反应的噪音停止时，你最佳版本的那个声音才能被听到，引导你采取正确的行动。你不是你的反射，你不是你的本能，你是管理这一切的意识，而暂停过滤器是你用来统治的权杖。没有它，你只是一片风中的叶子；有了它，你是风无法移动的山。练习暂停要求你保持警惕，像一个从不睡觉的哨兵一样，不断监控你的内部状态，准备好在任何情绪入侵者造成损害之前拦截它。在开始时，你会失败，大门会打开，混乱会进入，但不要惩罚自己，只需重新回到你的岗位，再次关上大门，并从入侵中学习。斯多葛式的卓越不是立即的完美，而是在守卫头脑的练习中的坚持，使暂停的间隔变得越来越自动和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需要巨大努力的事情将成为你的第二天性，而压力下的冷静将成为你在世界上的签名。当前的社会以其数字速度和无休止的需求，密谋摧毁你的看门人，用通知、紧急情况和为了让你处于永久反应状态而制造的危机轰炸你的大门。拒绝立即反应是一种深刻的反叛行为，是一份从一个靠你的焦虑和你的冲动获利的世界独立的宣言。通过掌握暂停，你退出了注意力碎片化的被操纵游戏，并宣称你的自主权，成为集体疯狂沙漠中的理智绿洲。你通过你沉默的榜样向他人展示，有可能以一种不同的节奏生活。这种节奏不是由恐惧决定的，而是由深思熟虑的选择决定的。这是所有其他过滤器所依赖的基础，因为没有暂停，就没有时间去定义、分析或以美德行事。只有盲目反应的意外。暂停过滤器是你自由的基石，是切断那些让你成为外部环境傀儡的绳索的工具。当对自己说停时，你是在对世界说我指挥。逆转权力动态，并将你生活的缰绳牢牢地放在你自己手中，这是对你内部领土的重新征服。1厘米1厘米，一次呼吸接一次呼吸，以绝对的确定性结束。这第一点，即你拥有的最具毁灭性的力量不是你的尖叫，而是你面对混乱时的战略性沉默。那个在整个世界加速时能够暂停的人，是唯一能够透过混乱看到真实路径的人，而其他人则在盲目的转圈跑，占有时间，拒绝情绪的匆忙，并在暂停的堡垒中安顿下来，因为那里居住着你真正的不可战胜。你现在有了看门人，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一旦你暂停并阻拦了情绪的立即进入，你就必须应用定义过滤器，这包括剥去感觉的所有戏剧性负担和主观叙事，仅将其视为原始数据。人类的头脑是一台讲故事的机器，喜欢给简单的事实添加灾难性的解释层，将一个中性事件变成个人悲剧或恶意攻击。你在这里的工作是像一个在实验室解剖标本的冷酷科学家一样行动，将赤裸的事实，他提高了嗓门，与添加的意见，他不尊重我并且恨我分开。斯多葛主义者并不否认现实，他以一种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度描述它，移除了过度解读的毒药。这个过滤器的困难在于我们自恋地倾向于与我们的情绪融合。
以至于我们不说我感到愤怒，而是说我就是愤怒，使这种感觉成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这种危险的融合使得任何分析情绪的尝试看起来都像是对我们自己的攻击。我们抗拒看到客观现实，因为我们要么沉迷于我们头脑创造的戏剧，承认很多时候吓坏我们的怪物只是我们要么自己的想象投射出的阴影是痛苦的，我们更喜欢痛苦的验证，而不是真相带来的解放性冷漠。打破这种对情绪叙事的成瘾，需要残酷的诚实和不带自我放大镜看我们感受的勇气。再想想你的堡垒、信使、情绪停在大门口，被看门人暂停拦住。现在你，国王，下来审问他，不是为了盲目的相信他，而是为了要求一份事实报告。如果信使尖叫一切都毁了，我们要死了，你使用定义过滤器，冷静地将其翻译为我们输掉了一场战斗，我们需要重组部队，移除恐慌，并只保留战术信息。你脱下信使可怕的衣服，摘下他的怪物面具，看到在下面，他只是一个受惊的男孩，或一个需要被解读而不是被服从的警报信号。这种解构剥夺了情绪对你拥有的神秘力量，揭示它为某种微小且可管理的东西。你在内部使用的语言是这个过滤器的主要武器。你必须把你的词汇从被动和受害者式转变为描述性和客观式。与其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不如说这很难，但是暂时的。与其说他羞辱了我，不如说他说了我不赞同的话。这种语义上的改变不是廉价的把戏，它是感知的重新设计。物理上改变你大脑的反应，减少杏仁核的激活，并允许理性皮层处理情况。词语是我们对自己施加的咒语，而斯多葛主义者选择清晰的咒语，拒绝使用只会助长扰动之火的夸张语言。通过应用客观定义，你会意识到你大部分的痛苦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你对它们形成的意见。验证了艾比克泰德的名言，即不是事件困扰我们，而是我们要么对他们的判断。你开始看到冒犯只存在于如果你接受冒犯者的定义，而失去只是你标记为负面的状态改变。这种 X 光视野允许你行走在世界上，看到事物的真实结构，免疫于那些将大多数人囚禁在不必要的痛苦循环中的幻觉。你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大师，一个甚至不能被自己的头脑欺骗的人。想象你正拿着一块热石头，疼痛是真实的印象，但这是宇宙的不公。这个想法是你添加的判断。定义过滤器让你看着手，看到石头，并简单的想，拿着这个会烫，我必须放手。没有戏剧，没有内疚，没有受害者化。这是一种务实的方法，节省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以前被浪费在创造恐怖场景或反刍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他人的意图中。简单性变成了你最大的保护，而不必要的情绪复杂性像垃圾一样被丢弃。练习定义要求你不断地问，这在本质上是什么？将体验解剖到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那里恐惧无法隐藏。如果你害怕死亡，除了生物功能的停止，它是什么？如果你害怕批评，除了另一个人声带震动的空气，它是什么？通过将巨人还原为他们的组成原子，你意识到他们不是不可战胜的，恐惧只是对对象真实性质的无知。这种临床的目光不会让你变得冷酷，它让你变得精确，允许你处理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与幽灵搏斗。来自这个过滤器的清晰度是解放性的，因为它移除了你肩上世界的重量，只留下你需要执行的任务的真实重量。这总是可以承受的。你不再背负关于你过去的悲伤故事，或关于你未来的灾难性预测的负担，只专注于当下的具体数据。这是一种深度的精神清洁，一种扔掉积累的情绪瓦砾，并让你的堡垒一尘不染、有条理并准备好行动的大扫除。你不再是一部戏剧小说中的角色，而是你自己现实的建筑师。这个过滤器也保护你免受外部操纵，因为当有人试图使用充满火药味的词语或煽动性的修辞来激起情绪反应时，你会实时拆解他们的言论。你听到内容，丢弃语气和操纵，只回应事实，通过拒绝进入他们的情绪游戏来解除攻击者的武装。这是一种精神和气道，你让攻击的力量穿过你对虚假意见漠不关心的虚空。如果拒绝将他们的话归类为冒犯性的，没有人能冒犯你。因此，客观定义是恢复对事物意义主权的行为，拒绝接受社会、他人或你的恐惧强加的定义。
你成为你自己生活的词典编纂者，那个基于理性和美德，而不是基于本能反应来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和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人。这是看着深渊只看到一个洞，而不是一个怪物的力量。这一点的实际结果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头脑，不被阴影吓倒，也不被海市蜃楼诱惑，在赤裸的真理中保持坚定。你获得了一种激发他人信任的稳定性，因为当所有人都因表象而恐慌时，你看到了本质，并指出了解决方案。定义过滤器将世界震耳欲聋的噪音转化为一首可理解的音乐，你终于可以学会演奏它。以这样的信念结束这个过滤器的应用，命名恶魔是驱逐它的第一步，理性的光芒溶解恐惧的阴影。那个看到事物本来面目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看起来样子的奴隶。定义你的现实，否则别人会为你定义它。既然你暂停了反应并客观地定义了事件，你必须将其提交给自然过滤器，应用斯多葛主义的黄金法则，控制二分法。这个过滤器要求你在取决于你的意见、抱负、欲望和厌恶，和不取决于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声誉和所有不是你自己行动的东西之间做出残酷且立即的区分。大多数人类的痛苦产生于试图控制不可控事物的徒劳尝试，想要现实屈服于我们的欲望，而不是将我们的欲望与现实对齐。斯多葛主义者接受存在的条款，理解与事物的自然属性做斗争，就像对雨大喊让它停止落下。这是一种只会产生挫败感和疯狂的能量浪费。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自我沉迷于全能的幻觉，相信如果我们足够担心，我们就能改变外部事件的结果。我们觉得放手对结果的控制是一种失败或不关心的形式，而实际上它是唯一可能的理智形式。接受你不能控制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交通，或者经济，是最难吞下的药丸，因为它让我们感到渺小和脆弱。然而，正是在这种接受中存在着真正的不可战胜，因为谁只关注他控制的东西，就永远不会被外部的东西打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精英弓箭手，所有在你控制之下的东西都持续到箭离开弦的那一刻，你的姿势，你的呼吸，你的瞄准，你的技术。在箭飞出的那一刻，它属于风、重力和运气。它是否会击中目标，不再在你的主权统治之下。普通人在箭在空中时受苦并绝望，将他的幸福与目标挂钩。斯多葛弓箭手知道他的成功在于射击的卓越，不管箭落在哪里，他都对自己感到满意。他爱这个过程，这是属于他的，并接受结果，这是属于命运的。通过应用自然测试，你学会了像一个明智的投资者一样，精确地投资你的情绪能量，只在能产生回报的地方，你的选择分配资源，并从无用的地方外部撤回它们。当焦虑出现时，问：这在我的控制之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把这种情绪当作一个给错误的收件人带来信件的信使，这不是你的问题，退回给寄件人。这种无情的筛选释放了以前被担忧耗尽的大量生命能量，允许你将其重新引导到真正重要的地方，你自己的行为和品格。不要将这种接受与被动的顺从或懒惰混淆，它恰恰相反。知道你不控制什么，允许你以完全的凶猛攻击你控制的东西，没有分心或犹豫。风暴中的飞行员不控制风或海，但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他不会浪费时间对着云尖叫。他将100%的注意力集中在舵和帆上，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到最好。斯多葛主义者就是那个飞行员，他不选择风暴，但他选择如何在其中航行，而在那个选择中存在着他的尊严和他的救赎。这个过滤器也治愈了社会验证的疾病，因为他人的意见被正确地分类为不可控的外部因素。通过内化这一点，你变得对赞美和批评免疫，因为你明白他们更多地说明了观察者而不是被观察者。你的美德不取决于观众的掌声。你获得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自由，忠于自己的自由，没有那种令人瘫痪的害怕，让人不悦的恐惧。因为唯一重要的法官，你自己的理性良知，在你的直接控制之下。控制二分法的应用将你转变成一个像玩扑克游戏一样玩生活的人。你不选择你收到的牌，但绝对熟练地打出给你的手牌。抱怨牌是幼稚的，打好它们是艺术。
自然过滤器阻止你成为那个输了就掀桌子的玩家，教你保持优雅和策略。无论是拿着皇家同花顺，还是拿着1对2，生活不欠正义者一条容易的路。接受这个游戏规则，是将情绪上的成年人与永远的孩子区分开来的东西。通过拥抱你不控制的东西，命运之爱，你不再是现实的对手，而变成了他的伙伴，随着事件流动，而不是在他们面前破碎。每一个障碍不再是一个屏障，而变成路径的一部分，是你正在拼凑的拼图的必要一块。你停止说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并开始说既然这发生了，现在最好的一步棋是什么？这种视角的改变是持久平静的关键，这种平静不依赖于晴天而存在。自然测试归根结底是一种宇宙的谦卑行为，矛盾的通向个人的伟大。通过承认你的限制，你在你自己的行动范围内变得无限。你不再试图扮演上帝，控制宇宙，而满足于做一个卓越的人，控制自己。而且奇怪的是，通过这样做，你最终对世界的影响远比那些试图强迫他的人要大得多。面对每一个小的挫折，练习这个过滤器，洒出的咖啡，公交车的延误，假期下雨，对事件说这不是我的，对自己说我的反应是我的。在小事上训练，以便当大的悲剧来临时，他们会来的。你的头脑已经自动知道往哪里看和在哪里站稳脚跟。心理的强健是在这些日常接受的微小决定中建立的。这一点的有力结论是，自由不是做所有想做的事儿的能力，而是不想要、不能拥有的事儿的能力。那个将自己的意志与自然对齐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违背他的意志发生。既然他想要发生的事情，命运引导那些同意的人，拖拽那些抵抗的人，选择被引导，并昂首阔步，以一种放下死一般的重量的深深解脱结束这个过滤器的应用。你不为世界负责，只为你的头脑负责。照料好你的花园，让宇宙去照料天气。你的平静是一个不可谈判的领土，它在外部控制开始的地方结束。最后，我们到达了斯多葛情绪管理的顶点——美德行动过滤器。如果前3个步骤是关于防御和处理、暂停、定义、接受，这最后一个是关于建设性的反击。斯多葛主义的目标不是让你处于植物般的平静状态，而是让你准备好在世界上采取正确的行动。在这里，你拿起情绪的原始能量已经被之前的过滤器净化过，并将其引导向一种美德的回应。你不是丢弃愤怒或恐惧，你转化它们，使用愤怒的肾上腺素作为正义和决心的燃料，使用恐惧的谨慎作为审慎和战略准备的基础。这里的内部障碍是瘫痪或被动的倾向，错误地认为接受意味着什么都不做。许多人使用哲学作为惰性的借口，躲在虚假的宁静后面，以避免行动的风险。但斯多葛美德是积极的，是一个动词。它是尽管不是也采取正确行动的勇气，是做困难的事，因为那是应该做的事。将感觉转化为生产性行为，需要有意识地重新引导努力，就像工程师改变一条猛烈河流的路线来转动水电站的涡轮机，产生光而不是洪水。想想炼金术士的原型，那个将铅变成金子的人。在你的内在堡垒中，炼金术士是你头脑的一部分，他拿起痛苦、拒绝或失败的沉重和黑暗的原材料，通过理性的火将其转化为智慧和性格力量的黄金。消耗他人的火是同一把锻造你的钢的火，区别不在于温度，而在于正在被锻造的是什么。如果你受到不公正对待，不要用这种痛苦去复仇，而是为了他人成为正义的凶猛捍卫者。如果你感到孤独，用它来发展一种吸引正确之人的辐射性自给自足。没有东西会丢失，一切都在转化。这种转化是伟大的领导者和创造者的秘密。他们不是不感到恐惧的人，他们是将恐惧作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面临重要事物并前进的人。美德行动拿起，为什么这会发生？这个问题，并将其替换为我能用这个做什么？哀伤变成深刻的同理心，挫折变成创新的坚持，嫉妒变成钦佩和自身成长的地图。你在最高尚的意义上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
一个利用每一次情绪危机作为锻炼一种沉睡的特定美德的机会的人。通过应用这个过滤器，你明白情绪只是运动中的能量，而能量没有内在的道德性。你给它的方向定义了它的价值。一座决堤的大坝摧毁村庄，但被引导的水灌溉田地并养活国家。做渠道，不要做大坝。当感到浪潮来袭时，不要僵硬地阻挡它，而是熟练地将其引导到可以服务于共同利益和你自己进步的地方。与情绪一起行动，但在理性的指导下，这是一种心灵提供引擎而头脑提供地图的伙伴关系。实际的例子在这里至关重要。如果交通激怒你，利用这段死亡时间听有声书，并培养智慧，将不耐烦转化为学习。如果一个项目失败，利用失望冷酷地分析错误，并建立一个更好的计划，将失败转化为智力。在斯多葛头脑的经济中，没有浪费，甚至情绪垃圾也可以被堆肥，以肥沃你未来的土壤。你变得反脆弱，一个从混乱中受益并随着打击成长的人。美德行动也作为周期的闭环，因为行动治愈感觉。很多时候，驱散负面情绪的最好方法不是思考它直到筋疲力尽，而是采取行动对抗它。做一些有用的事儿，帮助某人，整理你的物理环境，锻炼身体，运动，驱散精神停滞。斯多葛主义者知道，头脑经常跟随身体，采取一种勇气的姿态，可以追溯性的产生勇气的感觉。像你想成为的那个人那样行动，最终你会成为他。这第4个过滤器，确保你的堡垒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而且是一个行动基地。你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发起有影响力的任务。你不是退出生活去成为圣人，你潜入生活去变得有用。你的情绪稳定性是你给他人的礼物，是当风暴袭击所有人时，你提供给你的家人和团队的锚。你的战略性冷酷允许你成为有效的救援者，而其他人则被恐慌瘫痪。行动炼金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让你对困难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作品的材料。你开始将问题视为生活健身房里的哑铃，是的，很重，但对于你灵魂的肥大是必要的。行动的阻碍促进了行动，挡在路上的东西变成了路。马可·奥勒留的这句话是这个过滤器的最终咒语，提醒障碍不是道路的终点，而是一条新路线的起点，通常比原来的更好更高。练习这个神奇的问题，这种情况现在要求我具备哪种美德？如果是侮辱，它要求耐心；如果是失去，它要求坚韧；如果是诱惑，它要求节制。通过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你赋予痛苦以意义，并重新夺回主角地位。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众神的运动员，利用环境来展示你的卓越。这一点以及这个剧本主体的结论是一个绝对权力的宣言。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利用发生的一切作为燃料的人。如果他们向你扔石头，建造一座城堡；如果他们扔火，锻造一把剑。情绪主权的高潮不在于不感觉，而在于尽管感觉却宏伟的行动。你已经走过了这4个过滤器：暂停、定义、自然和行动。它们一起形成了自我掌控的完美循环。现在你的堡垒是安全的，你的大门有人看守，你的军火库已准备就绪。剩下的就是用一个最终且不可破坏的承诺来封印这个知识，将这种智慧带入现实世界，在那里它是被绝望的需要的。你的转变之旅并没有随着这个视频的结束而结束，实际上它才刚刚开始，就在你决定不再做你自己反应的人质，而是你内心世界的绝对君主的那一刻。你今天收到的不仅是哲学概念，而是经过时间和火焰考验的心理武器，是能够在以前只有情绪废墟的地方建立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的工具。不要允许这种清晰在下一次点击的干扰中消散。将这4个过滤器带入你日常生活的战场，无情地将它们应用于每一个压力的时刻，每一个感知到的冒犯和每一波焦虑。记住，主权不是一个赢得的礼物，而是一个通过深切感受但理性行动的纪律每天征服的皇冠。你现在知道痛苦是一个信使，不是国王。你头脑的王座只属于你的理性和你的美德。现在我要求你做出一个公开的勇气行为，来封印这个与你自己的新契约，
将无形的意图转化为可见且不可否认的现实。下到评论区写下这句话：我是我头脑的主人。不要仅将其视为一个数字评论，而应视为对你旧的反应版本宣战的宣言和对你新的斯多葛身份的占有法令。通过写下这些话，你正在与你的良知签订合同，向世界和你自己宣布情绪奴役的日子结束了。从今天起，没有你的明确许可，没有任何情绪会进入你的家。这是你灵魂炼金术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带着信念去做，感受责任和自由的重量回到你的手中，那是他们一直应该在的地方。如果你一直陪我到这最后一秒，听到了每一个字，而大多数人在半路上放弃了，你证明了你拥有成为这个追求人类卓越的精英的一部分所需的坚韧。我想认可你的力量，留下第二条评论说，我留到了最后，这样我就知道谁是在这个强大思想军团中与我并肩行走的真正战士。却如果你已订阅该频道并留下了你的点赞，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们要么工作的支持，而是你准备好接受将进一步提升你游戏水平的下一次训练的信号。带上这个最终的真理，并将其刻在你的精神中，不要让你的心沉默，教育它。如果你想掌握感受而不崩溃的艺术，你的旅程现在开始。